真好。哎呀，把点菜回家做面条。小安婶，大美啊，你怎么那么闲啊？跑地里干嘛呀？我能干嘛呀？我就是闲着没事来地里溜达溜达，看看那些菜长得好不好。大美，你还别说，你家的菜呀，比我们家长得要好得多呢。婶儿，其实有几句话呢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说，你看你都那么大的年纪了，现在这家里面也就你一个人，你不觉得孤单啊？我孤单啥呀？我自己一个人在家过着自在着呢。婶儿，我就想不明白了。你说你这好不容易捡一闺女，把她养大了，你为什么把她赶出去啊？大美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我把她长那么大，都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你说我要再把她留在家里，我还得养着她呀，她不得连累我呀？婶儿，什么连累不连累啊？你说你是她妈，她是你闺女呢，她现在长大了，她应该要孝顺你的。你说你现在把她赶走了，这现在家里面连个伺候你的人都没有。你看这现在菜地什么的，大冷那天还得你自己出来。我不需要。你说这自己的亲闺女，有的时候还指望不上呢，还差一个捡的呢啊！哎呀，我根本都没有打算指望她。婶儿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我看小飞那丫头，她挺好的。再好也不行，她毕竟呀不是我亲生的，身上呀没有流着我的血。我把她再养得再好，她以后啊也可能啊不回这个家了，去找她自己的亲生父母了。婶儿，不能够吧？这小飞一看都是个好姑娘，她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，怎么可能会丢弃你不管？再说了，这是你把她赶出去的。是，我是故意把她赶走的。你说我要不把她赶出去的话，我在家呀还得给她洗衣，还得给她做饭，还要伺候她。还有，她要是出嫁了呀，我还得给她陪嫁妆，那样啊我都亏大了。这样我一个人啊多好啊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自己多自在呀。婶儿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。然后我还有事，我走了啊。那行，你有事你忙啊。哎呀，妈，小飞，是我。你怎么回来了呀？妈，我这一走都是好几年，我想你了，回来看看你。还想我了？说的话真好听啊！你想我，我不想你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这都离开家几年了，这刚回来，你怎么这样说我呀？你还知道你出去几年了呀？我看你这穿戴，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？妈，不瞒您说，我在外边没有挣到钱，外边也不好混，我还欠了一屁股账，这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我才回来的。什么？你在外边不但没挣到钱，还欠一屁股债呀？那你回来干嘛呀？回来连累我是不是？妈，不是的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因为太想你了，所以才回来看看你的。我不用你想，也不用你看，我一个人在家好着呢，我这吃嘛嘛香，干啥啥开心。你说你这回来了，是不是给我添堵啊？一说你就这个德行，看人都烦。你说你回来干嘛呀？回来连累我呀？你可长本事了啊！在外面钱不会挣，倒欠了一屁股债，你能耐可真不小啊！我看你啊，叫我那么多年的妈的份上，我就管你一顿饭吃，吃完这顿饭呀，赶紧给我滚，哪来的哪去！说捡你干嘛呀？啊，一分钱不会挣，都给我欠债了，回家！丢人现眼在这儿，你快点吃啊，吃完赶紧滚！哎，小花婶，干嘛去啊？我正是想找你呢。找我？有事啊？确实有点事儿，我想麻烦你。小花婶，你有什么事你就说，我要能帮你的，我肯定帮你。我想给你借点钱。借钱？小花婶，你这借钱干嘛呀？有什么事吗？妈，我妈去哪儿了？妈。
我是给我那个闺女借的。给你闺女？你那个养女啊？她回来了？是啊，她回来了。她在外面欠了钱，我想给你借点儿，给她还债。什么？小花婶，她在外面欠钱了？小花婶，我记得她只是你养女吧？你没必要什么事都问她吧？你当初既然把她赶出去了，那你肯定就是不想照顾她。现在她回来了，你还管她干嘛呀？小白，这话虽是这样说，可是她也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她现在遇到困难了，我也不能看着她不管吧。我看她穿的呀，那真是太破了。我想她在外边肯定也没少吃苦，我看着呀就心疼。小花婶，那你既然心疼她，为什么当初你把她赶出去呢？小白，你也知道，这我们家呀那么穷，你说这孩子跟着我，不是断送他的前程吗？我就是想让他出去锻炼锻炼他自己，他要是能过得好了呀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小花婶，我明白了，你这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嘴上说的别赶他走，可是你心里啊想的都是他，对吧？小白，你说这天底下的父母哪一个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？再说了，我们家小飞啊，从小爸妈都把他遗弃了，放在我们家门口，我们俩就有缘分。我既然把他养大了，他现在遇到困难了，我不能看着他不管呀。可是婶儿，你这什么都想着他为他好，他自己不知道吧？你说你这么做，他以后不管你了怎么办？没事的，他只要能过好啊，他对我怎么样我都无所谓。哎呀，婶儿，你说说你啊。那行吧，你说你需要多少钱？那你手里有多少？有多少先借给我多少。婶儿，我这手里也不多，就2万块钱。2万？对。2万也行，能还一点算一点吧。那行吧，钱在我家呢，你给我去拿吧。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妈，小白哥，小飞，你干嘛呀？出来干嘛呀？妈，你和小白哥的对话我都听到了，你心里明明在为我着想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你听到什么了呀？大人在这说话呢，小孩少插嘴，爱上哪上哪去。哎，小花婶，这小飞都听到了，你还瞒着他干嘛呀？你说说你，明明啊都是为他好，却说着最难听的话。妈，这个钱咱不借了。不借怎么办？不借1天的钱，人家能饶着你啊？妈，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没有欠别人钱。什么？你没有欠钱？那你告诉我你欠人的钱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妈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没有欠别人钱。这几年我在外边打拼，混得还挺好的，在外边开了一家公司，运营的还不错。这一次回来，主要骗你是因为我想试探试探你。什么？试探我？你个死丫头啊！心眼还不少，还想试探我呀？试探我什么呀？妈，你别生气啊，我就想着试探试探你，你如果待我好呢，我就把你接到城里面去享福。我要待你不好呢？怎么你就不管我了呀？管？怎么能不管呢？那你要对我不好的话，我就不告诉你我有钱了。你听听啊！这小花婶，哎呀，你呀别生小飞的气了，小飞不说了吗？他现在有出息了。小飞啊，这你妈在你背后啊默默付出了很多事儿呢。你这有钱了，可不能忘了你妈，要带你妈去享福。小白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这趟回来就是要把我妈接走的。以后啊，我一定好好孝敬我妈。这就对了嘛，小花婶，你这闺女啊可真好，你以后啊可有福了。好，你说那个死丫头片子啊，她还骗我，你害得我这担心那么久。行了，你们俩说吧，没那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啊、好，耽误你事了啊。没事。你个死丫头，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？啊，还想骗我多久啊？没有了，妈，就这一件事，其他的都没事瞒着你了。哎
以后呀，再有什么事瞒着我，再骗我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回家。我知道了，妈，以后我再也不瞒着你了。妈，你等等我。